you know everybody needs a hobby. Oh, and you have to wear your hobby? 这是钢铁侠中的一幕场景，你注意到什么了吗？让我们倒回去看一下。这里，这个造型奇特的灯具是否引起了你的注意？也许你从来没有注意过，但只要稍加留意，就能在不少电影中见到它的身影。My congratulations to you both. 它不仅仅是电影中的场景，或是一个用于装饰的时尚单品。阿尔口灯，它有一个接地气的名字——钓鱼灯。这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设计，被收藏于世界上一些最重要的博物馆中，并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灯具之一。所以，这究竟是一盏什么样的灯呢？它到底来自哪里？阿尔口灯出于意大利设计大师 Achille Castiglione 之手，准确地说是与他的兄弟 Pier Giacomo Castiglione 共同设计的作品。Achille Castiglione 于1918年出生于意大利米兰，是著名雕塑家 Giannino 的小儿子。他曾说过，父亲的塑料设计方法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设计理念。他于1944年毕业于米兰理工大学建筑系，随后与哥哥皮耶尔·加科莫一起致力于工业产品的实验，进行关于新形式、新技术和新材料的设计研究。让我们说回阿尔口灯，它的基座采用的是意大利卡拉拉白色大理石，重达65公斤，四边经过削角打磨和防撞设计，硬朗、简洁且不失优雅。基座的中央预留孔洞，可以穿过木棍，方便双人搬运。有一次采访中 Achille 想要演示，结果还是被主持人制止了。灯壁由3段不锈钢管组成抛物线形，灯罩为碗形不锈钢，灵感源于城市路灯，是设计史上出现的第一盏圆弧形的灯。阿尔口诞生于1962年，那时意大利有许多历史建筑被列为文物，没办法随意改动空间，有些甚至禁止在天花板或墙壁打孔布线，更别谈安装吊灯。我在佛罗伦萨时就曾住过市中心的老房子，厚重的石墙承载着100年历史，也限制了现代生活的改造空间。墙面不能随意钻孔，装一盏吊灯就成为了难题。这让我深刻理解了为什么像阿尔口这样的设计会应运而生。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欧洲经历了经济奇迹。So beautiful to look at, so comfortable to relax on.这一时期，强劲的经济增长不仅催生了人们对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向往，也为设计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活力。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各式创新的设计纷纷涌现，成为社会进步与工业实力的象征。在包豪斯所倡导的功能主义基础上，卡斯蒂利奥尼兄弟主张一种功能的诗意诠释。他们在满足使用需求的前提下，注入幽默感、戏剧性及人文趣味。例如史努比台灯，是的，它的灵感就是来自动画史努比狗狗。卡斯蒂利奥尼兄弟设计的塔查灯实在是太优雅、太美丽了。如果说阿尔口把重力带到了设计中，那么塔查便是把光也作为设计的考量。光线经过类似碗形的铝盖板反射后柔和散出，而非传统灯具的直接照明。因为不需要用于固定的零件，整个玻璃灯罩可以手动进行角度调节，控制光线方向。底座采用古希腊柱式的造型，恰到好处地将古典元素转化为现代设计语言。如果由我来设计一盏灯，脑海里最先浮现的就是一个灯泡，然后就是给它加上一个罩子，这似乎是最直觉的方式。而塔卡灯采用了极为巧妙的设计手法，它的结构令人难以置信的简单，将它拆解开来，仅由发光元件、玻璃和盖板3部分组成。
正是这种看似简单的组合，却把光线捕捉了起来。有人将踏查灯视为后现代主义代表作，在这里简单且片面地科普一下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实际上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反对，质疑其单调、统一和缺乏历史背景的特点。后现代主义表现在设计中的形式大多是戏谑地使用历史元素，强调创新性。你看他那罗马柱式的底座，对古典元素的抽象化提炼，这不正符合后现代主义非严肃的历史拼贴吗？而在1988年的专访中，他强调Questa è una lampada che è interessante per la sua storia ed è interessante perché qualcuno oggi la confonde per un oggetto postmoderno. Ecco, questo ci diverte molto perché è del 1962 e noi non avevamo nessuna intenzione proprio di mio fratello di fare una lampada postmoderna. 这揭示了创作者与理论家之间的一个经典争议，作者的创作意图与学术理论归纳之间的对立。我们该如何看待作者的创作意图？对作品的欣赏和定义需要在多大程度上联系创作意图？欢迎留下你的答案。在设计这盏灯的时候，还有个有趣的小插曲。Vi devo dire, questa lampada è stata pensata in modo sbagliato, è anche bello dirlo, e aveva delle materie plastiche trasparenti che servivano a fare questa coppa. Quando abbiamo fatto questa bella scoperta, abbiamo messo lì l'oggetto e la materia plastica scaldata diventava piatta e quindi il nostro progetto era completamente sbagliato. Ecco, allora l'abbiamo realizzato col vetro. Castiglioni 兄弟善于挖掘工业材料和现成品的潜力，用现成的工业零件重塑日常物品，将路上的现成品概念作为设计方法论，重构物品的功能逻辑。这一方法论我们在他1957年设计的 Sella 和 Mezzadro 中就能察觉到。这两款作品巧妙地使用了自行车座椅和拖拉机座椅部件进行组合，使它们满足实用需求，又富含了些戏谑的意味。每次我看到 Sella 椅子就想发笑，这真的是一把椅子吗？然而在那个时代，大多数电话都有一根长长的电话线限制了活动范围，必须一直在旁边，所以这是一把用于打电话的椅子，让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物品背后的设计理念，那么它的设计便是在情理之中。确实，我打电话就是会喜欢扭来扭去，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呢？让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Tarascon， 是60年诞生的第一代作品，柔和含蓄，像一颗有待绽放的蒲公英。到了1988年，突然摇身一变 ，Tarascon 88带着极强工业感被重新诠释，像一颗爆炸的星球。主体是由铝合金三角模块拼合成的球，最外圈的灯泡又像是蒲公英种子一样，有着似有似无的透明感，像是在玩一场思维游戏。你认为你认识它，但我换个方式让它同样有趣。如果是你，你更喜欢哪一个呢？Toyo 绝对是一件非常大胆且特别的作品，底座直接就是个裸露在外的变压器，杆子上一条看似随意垂下的电线成了它最独特的装饰。顶端装的不是灯罩，而是一颗汽车用的远光灯，对，真汽车灯泡。它看起来像是各种零件随意组合的结果，但我觉得它强烈地贯彻了用现成物品重构设计的这个理念。事实上，它引导着我对工业零件的仔细审视，感受那种纯粹构成的独特美感。狂野，它就像它的名字 Toyo 一样放荡不羁。英语的 toy 玩具加上意大利语的意有我，意思差不多是我的玩具。还有这个可爱的收音机 RR126， 看着像玩具，但它在古董市场上似乎地位不凡，受到许多发烧友追捧，拥有众多明星粉丝，像摇滚传奇 David Bowie 和时尚教父 Karl Lagerfeld 老佛爷就有收藏。近年来，它的制造商更是推出了 RR126 的限量复刻版 RR226， 并且它的价格原谅我对音响设备不是很了解，
如果有懂行的发烧友，欢迎在评论区里讲讲。讲了 Akira 这么多产品设计，我们似乎忘了些什么。对，像我开头提到的那样， Akira 是一名建筑设计师。尽管他的产品设计可能更为人所熟知，但他的建筑作品同样是他整体设计的一部分。Torre della Bellarmine 一座位于米兰的展览馆建筑，在设计增建的塔楼时，精确融入了米兰的历史，用现代材料替代传统石材，清晰的线条和大胆的几何结构，让整栋建筑既有纪念碑式的庄重，又带着意大利设计的现代性。Chiesa di San Gabriele Arcangelo 教堂的设计是对宗教空间的突破性尝试。传统教堂通常是纵深对称，强调轴线，但 Akira 兄弟打破了常规，布局是以会众为中心，祭坛变成了一个真正被环绕的核心。当然，他们也没有放弃玩的精神。Sprugen Blau 啤酒馆的设计就显得既现代又带着一点点剧场感。以老式酒吧为主题，将传统风格与现代装置混搭。天花板上故意暴露通风、电器及音响管道，像是悬挂的机械车间，给顾客带来了乘坐火车旅行的感觉。Akira 的作品看起来轻松幽默的背后，是对生活的仔细观察，对材料和工艺的深入理解。Akira 曾经说过，经验既不提供确定性，也不提供安全感，相反会使犯错机会增加。随着时间流逝，设计的越好就越难。有什么解决办法呢？每次都从零开始，带着谦逊和耐心。这更像是对每一个人、每一段人生旅途的提醒。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我们无法依赖经验一劳永逸地应对未来，唯有保持初学者的心态，放下既有的成见，谦卑地重新出发，我们才能不断前进，不断创造。也正是在这种不断归零的勇气里，藏着真正通往真理的道路。Niente, per dire quali sono le cose più importanti del design, sono sempre la ricerca di un componente principale di progettazione. Un componente principale di progettazione che non nasce alla operazione iniziale, ma solo si definisce alla fine nel momento in cui entra in produzione.